爸爸被诊断出他得了食道癌的末期。我其实很希望能够传福音给我爸爸。我那时候甚至跟神那样讲，让我跟我爸爸一样得癌症，我要让他知道信主怎样可以依靠神。就在医院里头，我就把 keyboard 架起来，然后在那边弹诗歌给他听。他虽然不讲话，可是他的脚在打拍子。我姐姐那时候已经决定要受洗，我爸爸就突然跟我姐姐讲，去教会很好，可是绝对不能受洗。在你心里，如果用一些词汇去描绘你的爸爸，会是什么样子的？他是个很顾家的，然后很勤奋，而且我觉得他很开明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我能够出国，我这一辈子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是有了他，要不然没办法。因为我记得我在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放榜之前，我觉得我考得很不好的时候，我妈妈甚至觉得我不用读书。对，可是我觉得我爸爸是一直在 support 我的人。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很厉害了。其实even到现在，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好像就是很喜欢帮助人。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好像基因里头有这种血液里头有这种成分在，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。他过去是我们家族的我爷爷的养子，可是他后来就是不仅就是take care 我们家7个子女，连我的姑姑啊，我有2个姑姑，他们的小孩他都帮忙照顾。我觉得其实他是很 humble 的形象。我爸爸被诊断出他得了食道癌的末期。你刚生完小朋友，我儿子8个月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小孩还那么小，我其实很想回去陪我爸爸，可是也没办法去嘛。那心情上常常会有很多低落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在美国，就在家晚上的时候我都在练琴。是因为这样子，其实那时候刚开始练琴的时候，其实弹得七零八落的，可是我的儿子真的很乖，都没被我吵醒。那过完这一段时间，你有准备回台湾吗？我爸爸在做癌症治疗嘛，那其实癌症治疗里头有好几个阶段嘛，然后我们家有4个姐妹都在美国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 share 这个 load， 就是大家分摊一下，因为是一段长期抗战嘛。我的姐姐跟我们就是轮流，就是每一个化疗的时间就是一个人回去这样。那时候轮到我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其实很希望能够传福音给我爸爸，而且那个时间点刚信主，其实真的很火热。我那时候甚至跟神那样讲，我说让我跟我爸爸一样得癌症，我要让他知道信主怎样可以依靠神。我甚至在医院我都还在那边发单张。我那时候都一直跟神求，我说因为我爸爸认识的人比较多啊，有很多 business 上面的可以接触到的人，我甚至跟神讲说，我觉得你应该把他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他更能够被你所用。我甚至跟神讲说，你留我干嘛？你留他更好。其实很想传福音给我父亲，可是因为我的妈妈过去曾经得过胃癌，然后我妈妈甚至到现在她已经90岁了，她都还健在，所以我父亲一直觉得说他自己也可以，他觉得没有他过不了的坎，他觉得我妈妈都过得了，他一定的可以过得了。其实癌症也是看你长的部位，那我妈妈的 case 里头就是她可以就直接切除，所以他也没有扩散，也没有什么，所以他比较容易。可是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幸运，他很可能觉得乖乖的 follow 这些正常的这些常规的治疗应该可以吧，只要他身体可以撑得过去。然后而且我爸爸是一个体育健将，他是国手级的人物啊。我们家有7个小孩，我爸爸在我哥哥出生的那一天，其实他是拿到全台湾的软球双打的冠军。说是网球。
软式网球。他一直觉得他身体很好，他曾经跟我讲过说他其实从来没有大病过，也没想到才生一次病，一进医院就出不来了。跟他传福音，我觉得蛮困难的，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一直在想说应该要怎么跟他传福音。我后来唯一想到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其实都一直很引以为豪，说他能够栽培四个女儿在国外嘛。那时候我就想到说，我就去买了一个 keyboard， 我就带回台湾，然后我把他带到医院里头去。就是在我爸爸在做化疗治疗的时候，我就在医院里头，然后我就把 keyboard 架起来，然后在那边弹诗歌给他听。像这种他就不会反对，他反而觉得很不错，有人在那边弹琴给他听，然后特别是有一些护士进来的时候，一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哦，这个病房里头，居然还有人在里面弹琴，还会跟他讲说，哦，简先生，你有专属的乐队，对，哇，在弹琴给你听哦。那我爸爸就很骄傲。我那时候是有想过说，应该怎样跟他传福音，应该以他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传福音，那是一个方法。那时候我弹琴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天，我就突然发现他就是开始他的脚会跟着打拍子。他虽然不讲话，可是他的脚在打拍子，哦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后来又过了几天，有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讲说那个歌词是什么，拿来看看。然后我就好高兴，我赶快把歌词拿去给爸爸看。一般我们信主也是一段过程，不是说你马上 jump 就马上就可以。所以当他愿意看那个歌词的时候，我真的已经觉得好被触动。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最喜欢什么诗歌呢？我就必须找那个台湾的诗歌，就是他听得懂台语的诗歌。所以那时候就是，有一条歌是耶和华祝福满满，就是我爸爸要我把那个歌词给他看的一条诗歌。然后那时候我也有找到另外一条诗歌是平安的7月夜，因为在台湾的话7月是鬼节，所以很可怕，大家到鬼节就会觉得是鬼门大开，对，人家来抓人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时候，刚好我那一次我爸做化疗我也在的时候，我在走廊上就听到那个隔壁的那个病房的人走了，然后很快哦，他们就开始马上在超度，在念经，然后就开始做法事，对，开始马上就开始，然后平常听就不舒服了，然后在医院里头听到真的很可怕。我一听到，我赶快就冲回我的那个病房，赶快把门关起来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里头就一直弹诗歌给我爸爸听，就把那个声音放大一点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跟我爸爸讲见证。反而我觉得，好像一个小型布道会，我的家人也有来，我们就在那边一直谈事情，然后避免去听到那个隔壁那个声音。这个音乐，这个乐曲就会一直让你回想到那个时候的光景。其实最主要是后来也没机会弹啊，因为它是一个台语诗歌嘛。那我在教会的话，大家不太会唱台语的诗歌嘛，那我也不太想弹。这条诗歌就会让我想起整个在台湾看病的，在病房里头弹琴给我爸爸听的感觉，所以没有特别的那个 motivation 想弹。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主吗？我们家里头那时候，我会信主，是我二姐带我进去教会。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因为我爸爸生病嘛，那我就一直很努力的跟我台湾的3姐传福音。家里有人这种病痛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整个家族里头大概会笼罩在一个阴影底下，说难听的，要到整个结束那个阴影才会不见了。一的是你被医治，或者说这个人
就是被主接去之后才会完全的履历。然后我姐姐也在那个时间里头被神 touch 到，我姐姐家里刚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她后来就很愿意信主，然后她也拜托了她的教会的传道到医院去看我父亲，然后他教会的传道也真的很好，他是有点固定时间回去。那我记得那一次是我姐姐，因为她自己很被 touch， 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我父亲本身，还有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事实上我们的心境里头真的都是非常难受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姐姐都有祷告，甚至我们两个都有禁食祷告。我在美国，然后我姐姐在台湾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跟神很努力的在恳求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小孩子我还一直在喂奶，然后我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感觉，你不能吃东西，你还在 output 出去，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希望爸爸能够得医治，那种跟神苦苦的哀求的那种心态。那一年9月10几号的那个 weekend， 那时候我爸爸的状况是有点急转直下，对，而且那时候我爸爸曾经好像有一次就是出血的很厉害，那医生有跟他讲说，这一次压迫到某个部位所以出血，如果下次压迫到心脏可能就完蛋。那时候我爸爸就突然跟我姐姐讲，他说你去教会很好，听做人道理都很好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绝对不能受洗。我想是因为那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恐惧吧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祭祖，就觉得如果过去了的话，就将来没有人祭拜你，或许是这样子。那我姐姐就在那个 week 的时候，她就打电话跟我讲，她说怎么办？就是爸爸是快要临终的人了，然后有这样的特别的交代。她说我这个礼拜本来要去受洗，结果刚好听到爸爸这样子，我觉得我可能不能受洗。我姐就这样跟我说。那天她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听了也蛮难过的。可是我就跟我姐讲说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，所以就祷告吧。那是一个很重的托付，让他不要去受洗。对。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刚好就是有人敲病房的门，他刚好可以应门，这样其实是个弟兄。他说他有从神来的感动，来敲这个病房的门，然后来告诉他耶稣爱他。我姐姐给我打电话，她说爸爸受洗了。我就跟我姐讲，我说你说什么？爸爸受洗？爸爸不是叫你不准受洗吗？你是想受洗想疯了？他在那个房间里头，就是一盏小灯，还有他的床，然后他连起来上厕所走到一半的时候跌倒了。我的感觉，我好难过，我觉得这不是我爸爸应该在的地方。我真的改变了祷告词，我跟神讲说，我是时候的话，你把他接走。